人死后去哪里了？要用一句话来解释，就是与地球上的万物结合到一起了。所以有个词儿叫万物结灵，本质就是这个含义。此话怎讲呢？这得从人的基本组成说起。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是原子。人体内最多的是氧原子，约占身体总质量的65%，其次是碳原子，约占18%，第三呢是氢原子，约占10%。这三种元素占总质量的93%，其他的还有60余种元素，全部加起来呢只占总质量的7%。一般来说，原子是不灭的。像天文学家在宇宙中观测到的氢原子，绝大多数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。这说明，就算原子会灭亡，它们存活的时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很可能比宇宙的寿命都要长。我们身体里的氢原子产生于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几分钟内，碳和氧原子形成于几亿年后的恒星内部，并通过超新星爆炸或者恒星的太阳风散布到宇宙中。所以我们体内的原子比地球还要古老。曾经它们可能是岩石，是河流，是花草，是昆虫的组成部分，甚至我们身体里可能就有组成秦始皇和华盛顿的原子。我们现在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里，可能都是历史上某一位名人身上的原子。在人死之后，构成身体的所有原子又会回归到大自然。有人会问，那尸体被烧了也会回归大自然吗？一样的，因为物质是不灭的，所有原子的总数不会改变。大概在几年到几十年之后，组成身体的原子就会通过大气和水循环，慢慢的遍布全世界。我们来自宇宙，组成我们的原子因为一次奇妙的组合形成了人的意识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人死后去哪里了呢？死后终究还是要回归宇宙，所有原子不断的排列组合，再次形成世间的万物。从原子的角度上看，人类所谓的爱恨情仇其实都不重要。